我去，就这，日本最厉害的神就住这种草棚啊，这也太简陋了吧！本期视频将带你去看看日本最重要的神社伊势神宫。这是我们日本游的第4天，目前在伊势这个偏远的小城市。这个地点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实在是太小众了，也就只有我这种奇葩才会去。伊势这个地方，除了大众所熟知的伊势龙虾，此外应该就是伊势神宫了。伊势神宫在日本神社有着最高的地位，分为外宫和内宫，这俩没在同一个地方，隔了几公里呢。隔这么远，是不是怕神仙打架啊？我们早上先去的是外宫，按照参拜以及旅游推荐顺序，都是先去外宫，再去内宫。伊势神宫又被称为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因为这里供奉着日本的始祖神。外宫的主祭神是丰寿大神，丰寿大神掌管的是粮食和生产，可能和中国神话的五谷神差不多吧。原本伊势神宫只对本国人开放，直到1957年后才对外国人开放，而其核心区域仍然只对本国重要人士开放。伊势神宫每隔20年要重建一次，右边这片空地就是为下一次重建而预留的。这里就是供奉丰寿大神的正宫了，虽然是工作日，但是人还挺多的。我们来的时候，围栏里边有一群全身穿黑色西装的人正在参拜，可能是政界或者商界的人士吧。虽说这里是日本最牛逼的神住的宫殿，其实也就是个草屋而已。我们一行人的反应是啊，就这。继续往前走可以上山，还有几个别宫。这些别宫是供奉其他几个小神的宫殿，但也非常简陋，感觉比中国普通的庙都还要差。看来日本最重要的神过得也很辛苦啊。这里另一个重要的别宫是多贺宫，这里主要是为自己祈福的。我不信日本神，所以就只在旁边围观咯。走遍整个外宫仅用1个小时，然后我们原路返回。开车前往内宫又用了15分钟。内宫的规模比外宫大很多，如果只选一处游览的话，还是推荐内宫。但是如果是以参拜为目的的话，按照传统只去一处会不吉利。这里就是内宫的正门了。这个很长的桥是宇治桥，桥下边是五十铃川，据说是神界和人界的分界线。这些树木都有些年头了，建造宫殿的木材都是从这里砍伐的。现在是11月初，树叶还没有发黄，估计再过1个月，这里就会红成一片吧。内宫的主祭神是日本最核心的神，也就是天照大神，日本神道教最高的神。天照大神是日本神话中的太阳女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每当日本皇室成员有变动时，必然会前来参拜。这里能走到五十铃川的边上，据说这里是专门用来洗手的。越往里边走，树木就越茂密，这种全是绿色植物的地方让人感觉很放松。这里是出售祈福用品和纪念品的，可以看到巫女站在里边。继续向前走就会到达正宫，这里就是供奉天照大神的宫殿了。但是这个宫殿的门居然是歪的，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门和阶梯不在中线上，看来日本的工匠精神也不太行啊。里边也是不让摄影的，所以就只能在外面拍拍。宫殿内部也有一群穿黑色西装的人在参拜，看来确实是日本各种商界和政界人士常来的地方。这里别宫的数量比外宫要多一些，但都很小。据说这种建筑结构是结合了储存稻米的高架式粮仓和天皇宫殿建筑的要素，是日本最古老的木造建筑形式。总之看起来很朴素简陋。这一个别宫也是为自己祈福的，外边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个人感觉如果对神社不感兴趣的话，旅游并没有必要来这里。临走前我们买了一些纪念品，就完成了我们的伊势之旅。现在是中午，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真尔高原。下午我们会路过日本忍者的故乡伊贺，然后傍晚到达真尔高原。欢迎关注我并观看下一期视频。